建股中心可以说是人类图体系的核心，有颜色或开放将直接影响一张图的类型以及策略。我觉得很像手机游戏中常见的体力值。大家好，我是东轩，我是一名国际人类图学校 IHDS 认证的人类图分析师。这支影片我想用玩游戏的概念来介绍人类图9大中心的建股中心。建股中心位于整张图中间偏下的正方形，有定义的人会呈现红色，未定义的人则呈现空白开放的状态。一般人常见的错误认知会将开放中心当成是负面的，但事实上有颜色跟开放代表的只是运作机制的不同，没有绝对的好或者坏。建股中心有颜色的人，他的类型可能是生产者或是显示生产者两种。建股中心开放的人，类型则会有显示者、投射者以及反应者3种。那到底建股中心是做什么用的呢？让我们用游戏的概念来说明它的功能。建股中心是一个动力中心，提供建构事物所需要的能量。我觉得很像手机游戏中常见的体力值。建股中心有颜色的人占总人口数的70%，他们呢就像内建一条直观的体力值在身上，每次做事情都会消耗一点体力，例如钓鱼消耗15点，砍树消耗30点等等，直到这个数值趋近于0，就会觉得疲惫。休息睡觉，隔天起床，体力值会再被补满，又可以继续执行行动。透过每天消耗体力值来完成任务、执行工作，便会带来满足感。因此，有一份工作来消耗体力值，对于建股中心有颜色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哦。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建股所建立起来的。至于另外3成建股中心开放的人，他们的运作机制就大不相同了。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判读自己的体力值栏位，也不能够意识到执行每项工作会消耗多少体力。因此，当他们还不确定剩下多少体力值，就有可能陷入一种我还有体力的错觉之中，进而变得过劳，把体力值消耗成负数而不自知。那同时呢，对于消耗体力没有明确的感知，建股中心开放的人较不能只靠持续完成工作便获得成就感。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生产者跟显示生产者，少数建股中心开放的人常常会处在一种必须要生产的压力之下。有颜色与开放代表的只是运作机制的不同与长处的不同，并没有绝对的好或者坏。建股中心开放的3种类型，显示者、投射者以及反应者，也分别以不同的方式维持着世界的运转。用体力值的概念来类比，显示者的长处是发起不同消耗体力值的方式。假如目前游戏中要渡河的唯一的方式只能执行游泳，一次消耗30点体力。一名显示者可能会跟大家说，各位，说不定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渡河，不如我们来试试看造船吧。一个新发起的事物，虽然会在起步阶段多少遭遇困难，但持续发展下去，游戏中从此就多了造船这个选项可以执行。投射者的长处是让体力值的消耗更有效率。延续上面的例子，造船这个动作一开始执行需要消耗50点体力值，一名投射者可能会想，如何用较少的体力值也能够把船造好呢？投射者可以引导群众从一开始需要消耗50点体力精进成40点，甚至最后只需要花30点体力值就造好一艘船，让一切更有效率，减少体力值无谓的浪费。最后，反应者是所有类型中最少的，只占人口比例中的1%。他们的人类图看起来也非常特别哦，9个能量中心都是空白开放的。他们的长处是对体力值消耗做出客观评断。由于全开放的特性，一个运作正确的反应者能够更清楚客观地对事物的价值做出评断。
延续上面渡河的例子，当游泳与造船同样消耗30点体力值，一名反应者会在比较之后告诉众人，相较之下，造船的实用度较高，我们以后要渡河啊，可以多造船，少游泳。如果没有反应者做最终的客观评估，我们会将体力值浪费在很多没有效益的行动之中。建股中心可以说是人类图体系的核心，有颜色或开放将直接影响一张图的类型以及策略，并且与人类图常提到的建股回应有密切的关系。一个人其实只要好好的认识自己的建股中心如何运作，就足以带来极大的好处。以上只是我对建股中心最粗浅的介绍，每个人的感受也会因为个别图中的细节不同而有所不同。台湾以及世界各地已经有很多 IHDS 认证的分析师，想要好好认识自己的人类图，建议找有专业认证的分析师会是最好的选择。我目前有提供专业的人类图解读服务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 Facebook 粉丝专页或加入 LINE 的官方账号询问细节。影片下方会附上 IHDS 认证分析师清单以及其他补充资料。下集我将继续用玩游戏的概念来介绍人类图9大中心中的 G 中心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。